一个穿着囚服的男人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，警车从他旁边经过，男人丝毫不慌，还给朋友打起了电话。不一会儿，朋友来了，给警官看了公司的营业执照，然后他们来到典狱长的办公室，解释清楚缘由。原来胖子是一家独立安保公司的 CEO， 公司受雇于联邦监狱局，专门测试全国戒备最高监狱的安全性。那要怎么测呢？让男人伪造假身份进入监狱，然后靠自己的实力逃出来。而男人正是胖子的合伙人，外号胡迪尼，越狱大师。那他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呢？首先他得知道监狱的布局。刚进监狱，男人就到处观察，发现这座森严监狱有一个最致命的地方，那就是禁闭室。通过这里可以到达没有安全防范的消防车库。为了去禁闭室，他主动惹事，把一个囚犯打到重伤。下一步就是掌握警卫的日常规律。看管他的警卫会去天台抽烟，放风30秒，每天他就有7分钟没人监视，挑个时间把计划做好，然后发给在外面的队友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怎么才能从禁闭室出来？原来他发现牛奶盒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蜡膜，男人小心撕下薄膜，洗净它，外出时悄悄地贴在牢门的密码锁上。下次警卫在输入密码时，手指就会在薄膜上留下印记，再把薄膜撕下，识别4个键位，即可算出有24种可能。接下来就是试密码了，要怎么才能摸到密码锁呢？只见他把卫生纸揉成小球，沾上水做成很多个，然后挤上牙膏，再用一张纸包住，用力搓揉捏紧，一个大粘球就做好了。在警卫帮他解手铐时，悄悄把它塞进小窗的锁口，等警卫锁好小窗，去天台放风抽烟时，他就有时间试密码了。轻轻一推就打开，从小窗伸手去试密码，最多24次，很快就能试对。出来后，打开连接消防站的通风管道，钻了进去。在警卫玩忽职守的同时，他也从旁边的通风管道爬了出来，来到消防站，迅速换上闲置消防服。这时来到最后一步，有人接应，和外面的队友已经说好，在这个时间点引爆一辆小汽车，触发火警警报，消防车出动，他就躲在消防车底下，跟随消防车来到事发地点。从车底出来，人人都手忙脚乱，谁也不会注意到他。坐上同伴的车，成功越狱。这时典狱长终于明白了。回到公司的他和前台美女聊得开心，不料会议室还有个来自中情局的大美女，想让他测试某神秘监狱的安全性。这个监狱专门关押政府不想要的犯人，可他们连监狱在哪都不知道，这单十分危险。但越狱大师还是答应了。到了出发的日子，为了保证他的安全，手下还在他手臂上打了 GPS 定位器。一来到室外，他被电击枪击倒，一群猛男把他拖上黑车，好像提前知道一样，直接用刀挑出手臂里的 GPS， 再给他来了一针镇静剂，让他昏厥。等他醒来，他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典狱长，说这单太暴力了，他不干了，说出撤离暗号，要典狱长放他走。可没想到，典狱长根本就不想让他走，直接把他关了起来。原来外面有人买通了典狱长，要把他一直关在这里，直到地老天荒。这是某神秘监狱，代号活死人墓，世上最严的监狱。每一间牢房四面都是钢化玻璃，囚犯上个厕所都不安心，更别说你有什么想法了。牢房全是钢筋玻璃结构，守卫轮流两班倒，摄像头更是多到可怕，还有360度无死角，让你怀疑人生。所以想要从这里越狱，简直难如登天。更可怕的是禁闭室，超强浴霸，照的人睁不开眼睛。他顶着强光努力寻找漏洞，终于他找到了，就是这钢钉。他有了计划，但还得有搭档。还没等他开口，不知道哪里来的老肌肉男上来搭讪。他叫阿诺，阿诺好像看出他的本事，一上来就问有要帮忙的吗？他也直接告诉阿诺，我需要一块圆形金属片。于是阿诺想法让自己来到审讯室，疯狂搞炸典狱长的心态。气炸的典狱长让警卫用水刑惩罚他，他们拿水管往阿诺嘴里灌。几十秒后，阿诺差点憋死。缓过神的阿诺一转身拿走只有审讯室才有的下水道盖子，完事后把盖子交给他。看阿诺这么有诚意，就把自己越狱大师的身份告诉了他，还说整个监狱是垂直分布的空间，监狱有可能会建在地下，只要打开禁闭室的金属地板，顺着通道就有可能到达地面。两人说干就干，阿诺开始制造动乱，他拿起面包捏在手里，很快骚乱引来了守卫，他们都被关进狱霸禁闭室。他拿出之前用牙膏磨好的金属片，反射强光集中在钢钉上，100度的高温下，钢钉膨胀了0.03立方厘米，钢钉跳了一下，他赶紧把它取了出来。接着第2颗、第3颗，完成后把面包塞进嘴里，敲击暗号让阿诺吸引注意。阿诺开始大喊大叫，典狱长果然转向了他，他马上站起来，把嚼成泥的面包粘在摄像头上，打开钢板，果然有通道。他往下爬，来到地下空间，顺着水管往上爬，一个不小心扯断了电线，还踩坏了水管。当他来到顶部，打开盖子出来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，根本就不是他猜的地底下，而是在浩瀚的海洋中。他在一艘巨型游轮的甲板上，到处都是警卫，吓得他缩了回去。跳海吗？跳个毛线！无奈的他只能回去，时间紧迫，他只能原路返回。突然手一滑，掉了下去。好在最后一刻回到禁闭室，
盖好金属盖板，拿下遮住摄像头的面包。虽然知道了身处的位置，但他根本想不到越狱的办法。这时，典狱长发现禁闭室的钢钉，回到办公室，又接到胖子的电话。原来出卖他的就是自己的朋友，他要让越狱大师永远关在这里。典狱长确定了他要越狱，开始让手下折磨他。只要他开始睡觉，警卫就在外面不停地敲玻璃，不让他睡。等他困得实在不行了，警卫就进去一顿暴揍，搞得他每天都精神萎靡，还时不时晕倒。就这样，他经常去医生那里报道，医生都看不下去了。但就算这样，他也没有被打倒。等警卫不再折磨他时，他又开始了新的计划。2大屏幕硬汉在同一所监狱，会发生什么？只见阿诺拿着小刀刺伤了他的大腿，顺理成章来到医生这里。隔段时间又装病，来到医生面前呕吐，弄得医生也不忍心，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医生，让他去验证一下。不久后，医生发现是真的，良心终于过意不去，决定帮他越狱。搞定了医生，还得知道监狱的具体位置，于是他开始制造越狱工具：2个眼镜片、1支笔、切好的输液管，插在硬纸板上。就这样，一个能测量方位的仪器就做好了，它叫航海定向仪。接下来需要有人去操作它，于是他们找到新的队友，说成功完成任务就带你一起越狱。他马上找到典狱长，说有人要越狱，换取到甲板上朝拜的机会。一来到甲板，就用定向仪测量方位，记录下位置。当越狱大师拿到数据，他马上知道这艘船在回归线无风带，观察到马桶冲水是逆时针方向，所以他们在北半球。再根据温暖湿润的气候判断，很可能是在摩洛哥的沿海地带。知道位置后，医生把求救信息发给阿诺的手下。终于越狱的时间到了。这天深夜，典狱长看见他在敲击墙壁，好像是某种代码。典狱长偷听出敲打的代码，破译出明天 C 区将会发生暴乱。典狱长果断调派3倍警卫，他要包围 C 区。殊不知这正是他们的调虎离山。现在他们区只剩下2个警卫，真正的暴乱现在才开始。队友掀起了大乱斗，2个帮派开始群殴，警卫向下面开枪，悄悄跑上来的他偷袭警卫，几下重拳把他打倒。他们顺着梯子往上爬，眼看打开闸门就到甲板，谁知这闸门是电子锁，蛮力打不开。他决定自己去供电室断电，可这意味着他将一人留下，他别无选择。来到供电房，操作工还想反抗，拿起扳手，却被重重的摆拳放倒。他赶紧关闭所有电源，同时阿诺也打开了闸门。他终于来到了甲板上，接应的直升机也赶到，后面追来的敌人接踵而来。阿诺来到直升机前不肯走，因为他还有兄弟没来。他扛起大菠萝，这久违的眼神，那个男人他来了，对着敌人疯狂输出。另一边，典狱长把他围困在供电室，他丝毫不慌，因为他已经是待宰的羔羊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半天都没找到。气急败坏的典狱长让手下打开电源，就在恢复供电的一瞬间，他突然听见水箱开始自动冲水的声音，他的笑容逐渐消失。他居然忘了这个关键步骤。越狱大师果然在水箱里，随着自动冲水，越狱大师被冲到了大海。他来到海面，阿诺立马发现了他，扔下救生梯，顺着往上爬。此时来到甲板的典狱长发现了他，他叫阿诺丢给他一把枪，稳稳接住。典狱长砰砰2枪打断了一根绳子，危在旦夕间，子弹没了。越狱大师抓住机会，疯狂朝着油桶开枪。典狱长看了下脚下，就消失在火海里。逃出监狱后，来到摩洛哥海岸，有人开车来接阿诺了。看着下车的女人，摘下眼镜，竟然是当初给他下单的大美女。原来这是阿诺的女儿，之所以花钱请他，都是计划好的。难怪阿诺主动找他帮忙。他指了指阿诺，微微一笑，淡然自知他真正要找麻烦的就是背叛他的胖子。不久后，胖子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集装箱里，而集装箱在这艘巨型货轮上。等货轮靠岸，胖子估计已成竹竿了。故事结束，越狱大师功成身退，屏幕硬汉也需要智慧，知识改变命运，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